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么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公会 Boss 里的一些小知识点，这也是我汇聚了群里一些朋友的意见，然后形成的一个小的一个诀窍。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公会 Boss 的一个伤害。同时，如果你想研究别的一个阵容的话，也可以参考其中的一些原理。那么还是要感谢一下三河和布鲁萨这两个人。非常热衷于研究这个游戏，然后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一些建议，也帮助了很多新手。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么首先，这是一张公会 Boss 里我放入英雄顺序的图，我同时标注了数字，方便大家理解究竟是怎样一个先后顺序。然后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点，第一个点是队伍的一个反击顺序。我们可以看视频反击的一个顺序，看究竟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击打。这个时候 BOSS 一个群攻，然后先是队长，然后是1，然后是2，然后是3，最后是4。你放入队伍的顺序其实就是反击的一个顺序。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协同打击的一个顺序，看一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打击的一个顺序呢？好，现在是长胡的一个协同打击，先是长胡，然后泰瑞，然后驯教士，然后是天选者，然后是武僧。那么需要注意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安排破防减攻的英雄在队伍的前方，这样能在后方进行击打的一个人员呢，增加尽可能多的一个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增加了破防和虚弱之后，包括打击出来的伤害和天赋造成的一个伤害都会有效的得到提高。这样一点小细节的变动呢，可能在累积了很多回合以后，会造成2M 到 3M 的这样一个伤害的差别。所以进行队伍位置的一个有效的调整呢，也能够增加不少的一个公会 Boss 里的一个伤害，特别是对于差一点到2刀或者差一点3刀 Boss 的一个选手来说，这样的一个小队伍的一个调整，可能就会让你达到你想要的一个伤害输出的水平了。接下来第3点是 BOSS 速度的一个临界点，普通噩梦 BOSS 它的速度是170，如果你的速度在153到170之间，那么你不会被 BOSS 超回合，也就不会被 BOSS 每隔几个回合多打你一次。如果你的速度在170到191之间，那么你不会超 BOSS 的一个回合，也就不会每隔几个回合多打 BOSS 一下，这样就避免了丢失身上的一个 buff。 对于终极噩梦 BOSS 它的速度是190，如果你的速度是169到190的话，你不会被 BOSS 超回合，也就是不会被 BOSS 每隔几个回合多打你一次。如果你的速度是190到217的话，你不会超 BOSS 的一个回合，也就不会每隔几个回合多打 BOSS 一下，这样也就同样的避免了身上 buff 的一个丢失。那么接下来第4点是一个 BOSS 单体眩晕机制的一个选择，那么是通过多位朋友的一个资料汇总进行一个验证。那么优先顺序呢，首先是一个属性克制，然后是一个血量百分比比较低的一个选择。那么接下来第3个是没有反击 buff， 再接下来是没有防御 buff， 最后是一个队伍的一个顺序，也就我之前说的放英雄进队伍的这么一个顺序。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宁愿选择泰瑞当队长，牺牲掉 8% 的一个队长光环，让驯教士能尽可能的不被锤到，这样能保证我的反击 buff 能够一直都存在在所有队员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同样武僧和长胡都没有 buff 的情况下呢， BOSS 是优先击打了长胡。那么击打长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长胡是在队伍的一个前方，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优先的一个顺序呢，尽量选择让队伍里不是那么关键的一个人物吃掉眩晕，这样能有效增加队伍的一个延长 buff 的时间，或者是输出的能力，这样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队伍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对于 BOSS 单体眩晕机制这样一个了解呢，也是有助于你在队伍搭配和选择时，然后进行一个调整的一个依据。那么第5点是关于无视防御的装备能够提升天赋巨人杀手和战争大师的一个伤害，这个我在之前的一个装备系列里已经做过了，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之前我做的冷库和野蛮套装测试的一个视频。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汇总的一些工会 Boss 里的小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更多的工会 Boss 的伤害。那么喜欢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